我的腿，我不能倒下，我要为父亲报仇，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们小姐找你谈点事儿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林小姐，请你坐好，我们找你是谈事情的，不会危害到你的人身安全。淋了雨会感冒，那边有浴巾。你是谁？把我带来这里想干什么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我叫沈安然，抱歉，以这种方式与你见面。你为什么长得像你？巧合。世界上有2、3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并不罕见，罕见的是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恰当的人面前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替我回沈家。沈家？哪个沈家？港城最大的沈氏集团。是。2个月后是我父亲的忌日，我要你用这张脸顶替我出现在公共场合上。你疯了！我怎么可能装成你？200万，够你奶奶做最好的治疗，也够你未来安心的去完成你的学业。你自己为什么不去？你觉得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2个月时间，我会教你模仿我的一切，代替我站在台前。你到底要我替你做什么？到时候会有人宣布沈氏下一降至董事长的任命，如果我以这副身体出现，那份任命就会落到别人手里。所以我需要你做我的替身，替我拿到沈氏集团掌权人的身份。除了你，谁最有可能成为沈氏集团新的掌权人呢？那天晚上和今天一样大的雨，我出了车祸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医生说我的腿至少要半年才能做康复训练，未来还能不能站起来，犹未可知。一个人在说起自己差点死掉的经历时，怎么会这么平静？这是意外吗？还是……当然不是意外。你奶奶的病还有治愈的可能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疗团队，你替我做事，公平交易。奶奶还在等我，罢了，搏一搏。好，成交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不再是林星。这里面有你需要知道有关我的一切。2个月后，你要能骗过沈家所有人。来得及吗？必须来得及，你只有2个月。行，开始吧。步幅65厘米，你的步伐太大，不够优雅。重来。笑容，你笑起来像在哭。这一笔太软，重写。还是不对，拐角处的力道呢？安字收尾要有杀气，不是画圈。每一个拐角，每一处停顿，都是我在沈家立足的态度。你写出来的东西软绵绵的，像面条一样，是个人就能看出是假的。你要我写多少遍？写到我看不出来是假的为止。可以了。这玩意儿能喘气吗？不需要喘气，只需要好看。我快勒死了。拿着，3根手指，拇指、食指、中指，无名指和小指自然收拢，杯角夹在拇指和中指之间，食指轻轻搭在杯柱上，角度，杯口微微倾斜，15度。不是让你喝酒，是让你端着。手腕不要用力，想象你端着的不是酒，是一颗定时炸弹。你到底要我端多久？一滴不洒，你的手一丝不抖。重来，走一遍完整的，从进门到落座，所有动作连起来。停，肩膀太僵硬，重来。我走不动了。我说重来，你走得动。不是我走不动了，你没听见吗？不练了。老娘在夜市日行万步都没这么遭罪。这鞋是用来杀人的吧？记住，沈安然从不喝碳酸饮料。把你的牙收起来，收回你的市井气。我是来救你命的，别以为你高人一等。我穷，不是贱。我们下层人活得糙，没你们有钱，但我们有骨气。很好，就是这种眼神，不要卑微，不要退缩，不要讨好的笑，不要下意识的弯腰。沈家的女人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她们只需要让人害怕。那是因为你找对人了。我大学的时候还研究过心理学，我搭眼一看就知道7、8分。那你说说，我是什么人？
你是一个连自己都不信的人。2个月了，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你父亲的忌日。错，是我们父亲的忌日。明天你不是林星，你是沈安然，你要告诉所有人，沈安然不同意股权转让。到时你戴着耳机，我会时刻提醒你。从现在起，我让你笑，你才能笑。看来安然是来不了了，今天可是他爸的忌日啊。 3年前沈总车祸走的时候，安然才22岁，硬是把公司撑起来。前2年沈氏的业绩不降反上，可不是，就说安然比他父亲还厉害，就是做些事。可惜啊，1年前他又出了车祸，听说伤得很重，腿可能保不住了。甚至能不能醒过来都另说。那公司怎么办？安然要是一直这样，沈氏这么大摊子，谁管？老爷子伤透心了，大儿子走了，孙女儿又躺下了，所以沈家的接班现在是个大问题。那安然名下那15%的投票权，所以沈总准备了股权委托书，他就能名正言顺的代管。安然会签吗？他都躺在床上了，签不签？问题是这个代理人是临时的还是永远的？各位，大哥走得早，安然现在又这样，沈家担子总得有人挑起来。老爷子年纪大了，这个家不能再让他操心了。我沈建国在沈氏干了30年，什么位置没做过？副总经理、总机执行斗，哪个位置我没干过？我不需要去争什么，我从来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为了沈家的基业。安然还小，现在身体又不好，公司的事他顾不上，这个担子我不挑，谁挑？这是股权委托书，安然名下15%的投票权，暂时由我代为行使。等他身体恢复了，我立马还给他，一天都不会多占。今天当着大哥的面，当着各位的面，我沈建国把话放在这里，我只是代管，不是夺取。谁要是觉得我有私心，现在就可以站出来说。既然没有人站出来，那就是大家都认可。安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腿……二叔，今天是我爸的忌日，我不来，像话吗？二叔刚才说的我听到了，股权委托书，15%的投票权暂时代为行使。二叔，我什么时候委托你了？安然，你这话说的，二叔是替你着想。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、执行经理，二叔刚才自己说的，什么位置没做过？那二叔应该知道董事长这个位置，二叔没做过。我爸做过的那个位置，二叔没做过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在跟我二叔说话，一个趁我躺在病床上要抢我股份的二叔。各位，你们听听，我沈建国在沈氏干了30年，大哥在的时候我是他左膀右臂，大哥走了，这家是谁在撑着？是我。3年1000多天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哪一件不是我经手的？他呢？他为沈家做过什么？他为沈氏出过1分力吗？他凭什么站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凭你撑了3年，沈氏的利润掉了12%；凭城东旧改是你谈崩；凭滨江新区的土缺证是你弄丢的；凭生物医药项目亏了2个亿是你签的字。二叔，你问我凭什么？凭你干砸了，我来收拾烂摊子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哼！来人，把大小姐带下去，她身体不好，需要休息。二叔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在送你回家。你在替你自己铺路吧？你觉得爷爷会怎么看你？董事会会怎么看你？外面那些记者会怎么写你？记者？什么记者？二叔，我来的路上通知了13家媒体，过一会儿至少有30台摄像机对着墓泉的大门，你要不要出去看看？你疯了？二叔，不是我疯了，是二叔太急，急到连我爸的忌日都等不了了。松开！我说松开！你们想让外面那些记者拍到沈家二叔对大哥的女儿动手的画面吗？二叔，我再叫你一声二叔，你听好了，今天这场戏是你自己唱砸的。不怨不得别人。各位，我爸走了，但我还在。沈家的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安然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已经好了，爷爷。什么时候出院的？上个月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康复的不错，定期复查就行。那就好。建国，你大哥在的时候，把沈氏的市值翻了几倍。你呢？你干了3年，沈氏的利润掉了12%，
宏远留下的位子你坐不稳的。现在安然回来了，你就不用管了。我虽然老了，但是现在还轮不到你做主。今天的事到此为止。安然陪爷爷回去。安然，你看你好不容易身体恢复回来一趟，也不知道孝顺孝顺你爷爷。你爷爷最爱吃荔枝，快去剥颗荔枝。剥荔枝，安然是左撇子还是右切子？右左手，右左手。我3年前右手受过严重的神经损伤，根本拿不稳东西。沈建国这是在试探你，他在赌你会用右手。安然，你这手怎么比正常人还快？二叔，你推我这一下，就是为了看我用哪只手。你知道我右手废了，所以你推我，赌我会用左手撑桌子。如果我用左手，说明我还是那个右手废了的安然。我用右手我就露馅了，是吗？二叔，你设计的很周密，但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人的本能是可以训练的。二叔，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复健的吗？不是出院后，是3年前。3年前，我右手开始出现神经性颤抖，从那之后我就开始练左手，吃饭用左手，写字用左手，连开车都用左手。练了2年，左手和右手一样灵活。右手腹抗是为了在我需要的时候撑住我，练的是条件反射。这一下证明这2年没白练。恢复有什么用？沈氏的地产项目，几个亿的合同你签得了吗？二叔，签合同用的是脑子，不是手。那你说说，城东旧改卡在哪儿？3号地块，居民联名投诉拆迁队野蛮施工，区里叫停了3次，一直没换拆迁队，因为那是你小舅子的队伍。二叔，我说的对吗？那滨江新区那个项目呢？那个项目的问题不在设计，在定位。区先想要的是一座的中型剧场加市民活动中心，投资只要4个亿。二叔坚持要做高端剧院，因为承建方是二叔的同学，12个亿的项目，承建咱能赚多少？二叔比我清楚。那生物遗传亏了2个亿，不是市场不好，是二叔选错了合作方。林氏集团在国外的实验室2年前就被爆出数据造假，二叔不知道吗？够了，建国，问完了没有？爸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不信他手好了，你还要问什么？问他今天早上吃的什么？你的右手真的好了？对。好，既然恢复的这么好，地产部的老街改造项目交给你。爸，老街那个项目卡了2年，拆迁户闹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上次差点出了人命。他一个丫头比你强，老街项目办好了，董事会的位子就是你的。爸，这不公平！公平？你3年前接手公司，利润掉了12%，公平吗？今天的事儿到此为止。老街那帮钉子户要钱不要命，你一个女人搞不定。二叔，不劳你操心。老街那帮钉子户能把你活活撕了。王大虎，37岁，手下7、8个青年。大哥王大山3年前签订北城安置协议，你进去之后先提他哥。明白。他母亲胃癌，靶向药每月4万，沈氏补偿了30万，不够1年的药钱。他又孝顺。站住！这不是沈家大小姐吗？我是沈安然，来和大家谈谈拆迁的事情。哟，大小姐一个人来的，胆子不小啊！回去告诉沈家，老街不拆，谁敢动，老子玩命！王大山詹是你什么人？你认识我？我大哥。他签了北城的安置协议，要了一套安置房120平，住得好好的，怎么到这里沈氏就成了恶人？来之前我调了你的资料，你母亲周秀兰68岁，去年10月确诊胃癌，目前在医院做靶向治疗，每月药费4万，拆迁补偿给你30万，够用多久？以后呢？你敢调查我？你信不信老子今天叫你出不了这条街？虎哥，跟这娘们废什么话？虎哥，放开，别闹。我查你是想知道你守这3间房是为了什么？我是来帮你的。图钱
30万不够，图口气。你哥在北城住的安安稳稳的，还是想让你娘能多活2年。别转头，3点钟方向有人在录像。我敬你是个孝子，所以今天我一个人来，没带律师保镖。我问你，拦了3个月，是在跟沈氏斗气，还是跟你娘的命过不去？那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？你告诉你们这些有钱人，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说这些？你知道4万1个月是什么概念吗？早上6点排队挂号，晚上守在医院走廊上打地铺是什么滋味吗？你他妈，你轻飘飘一句我查了你全部资料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未必不能理解你。如果说我可以帮你，什么意思？林星，告诉他市规划局最新文件内容。虎哥，麻烦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，我有个好消息要说。大家都过来，我代表沈氏说一个好消息。我们沈氏不拆了。不拆？那折腾我们3月干嘛？当我们猴耍呢？就是，你们沈家人说屁话，谁敢信？换个人话就变。不仅不拆，还要带大家赚钱。你家临街铺面位置最好，轻轨一开，人全从你门口过。要是改成奶茶店，月租金多少？奶茶，我哪懂那玩意儿？沈大小姐，嘴皮子一碰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我们这些人在老街住了一辈子，你说的那什么入股分红，我们这些泥腿子谁懂？你拍拍屁股走了，我们找谁去？这是市规划局与沈氏联合拟定的老街历史风貌改造意向书草案。看清楚，这不是沈氏的章，是规划局的章。沈氏可以不认账，规划局还会不认账吗？怎么样说？确实是贵的账。我们家那个拐角做茶楼好不好？沈大小姐，我王大虎信你这一回。拆了。干得不错，别急着高兴。盯梢那个人，在你拿出意向书时就走了。沈总，沈安然没跟丁子虎打起来，反而把他们全部收编了，怎么处理？既然老街不肯拆，那就帮他们一把。今晚制造一场意外，注意分寸。我要的是沈依然的项目暴雷。丁你的消失了，二叔的人今晚可能有动作，你小心。知道了。这个点，老街怎么会有货车？真够狠！林星，你后面有人在拍。我知道。二叔，阎王爷嫌我太吵，把我退回来了。明天董事会见。滚！这都不死，洒水车处理掉。另外，明天的董事会在会场安排几个人。明早8点我来接你，穿上那件黑色礼服。二叔，明天见。等着我。那就等着吧。安然，你脸上怎么了？被疯狗追，摔了一跤。说正事儿。这是老街非遗文化合伙人契约，签约率100%，
轻轨将在半年后通车，预估利润150亿。柱子好看，但股权的事儿你是不是忘了？你身体不好，二叔可以帮你顶一阵。表决之前，请各位先看一样东西。3个月前还在休养，那这个在垃圾堆放边捡蛋糕的人是谁？你是个冒牌货！林星，反击，拿出第4号文件。安然，解释。二叔，既然你这么关心我的过去，我做侄女的更要好好关照你。二叔，这步棋我是替你走的。昨晚9点47分，一辆无牌洒水车在老街后巷试图撞死我，指使人是你。沈建国，你雇凶撞人，胡说八道！这文件是伪造的。沈建国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不是沈安然，沈安然在哪儿？二叔，你又胡说了。你到底是谁？说你就是沈安然，他想查就让他查。爷爷，我是安然，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安然呀。你给我坐下。各位董事，别被这个女人骗了。她拿一张伪造的文件就想转移视线。我问你，那张垃圾堆的照片你怎么解释？你敢说那个人不是你？二叔为了股权，什么谎话都敢编。没错，那张照片是真的。什么？大家听到了吗？他自己承认了，他不是沈安然，他是冒牌货，一个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冒牌货。保安，把这个骗子抓起来送警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照片是我之前去老街考察时假扮成流浪汉拍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在老街那堆没人要的废品文件里找到二叔你这5年来通过虚报老街账目中饱私囊总共4.2个亿的账本。二叔，我为了集团倾覆垃圾堆，你呢？你躺在办公室里吸集团的血。4.2个亿，建国，难怪老街项目年年亏损，原来钱都进了你私人有袋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些数据是伪造的，是他陷害我。爸，你身体不好。4.2个亿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地产部从今天起由安然全权接管，你给我滚去审计部接受调查，1分钱都别想少。做得好，二叔倒下了，他背后的人还没露头。林星，董事会结束之后别回公寓，直接来密室，有新发现。二叔，审计部的人已经在等你了。沈安然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德国货，1支3800，比你手上那个酒精棉有用。你用不着拿这种东西来施舍我。不是施舍，是投资。你这双脚明天还要站上董事会，不能缺。今天这场戏你满意了？什么意思？董事会那场大戏，让我承认那张照片是真的。二叔以为抓到了我的把柄，然后在所有人都在等我看笑话的时候，甩出那4.2个亿的账本，每一步都在你的计算里，就是没算到洒水车是真的要撞死我。洒水车的事儿我已经在查了，司机的身份、车辆的来源都在查，查出来又能怎样？二叔已经被老太爷发配到审计部，他翻不了身了。你今天跟我说二叔背后的人还没露头是什么意思？你早就知道二叔不是最大的那个，所以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？你奶奶下个月的费用我已经安排人交过了。沈安然，我当时差点死在洒水车轮子底下，你猜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要是我真的死了，我奶奶怎么办？她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城里到底在干什么，只知道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给你当替身吗？因为你说你奶奶的病可以治，不是续命，是治。就这一句话，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个人虽然冷血，虽然算计，但至少你说话算话。打开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和谁的 DNA？ 你和我爸的。3年前他出车祸之前做的。
当年我妈在旧城区的惠民医院生的是一对双胞胎，我比你早出来7分钟。那天晚上，医院旁边的化工厂爆炸，大火烧了整整1夜，产房乱成一团。在路上的混乱中，你被人抱走了，裹在一条蓝色的毯子里被人抱走了。爸找了很多年，用了能动用一切的人脉，还没有找到。后来所有人都以为你已经不在了，直到爸出事之前，在隔壁省的一个小镇上看到了一个女孩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爸瞒着所有人去了那个小镇，远远的看着你在水果摊后面帮奶奶搬箱子，他没有上去相认。后来他让人去你常去的卫生院，得到了你的 DNA 样本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我是你亲姐姐，咱们爸已经不在了，我现在站不起来，全家都在排挤我，你要不要来当我的替身？我不是在吓你，这就是沈家。所以你让我当替身，是为了把我藏起来。沈家没有人会防备一个替身，在他们眼里，你就是沈安然，一个健康、果断、雷厉风行的沈安然。我找你是因为你是我妹妹，因为你的命和我的命是一样的。那你知道我的身份，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？当时我因为车祸在医院躺了10个月，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连意识都不清醒，我怎么找你？我自己都自身难保，我去找你，等于告诉沈建华，沈家还有一个继承人，快来杀他。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？第一，让二叔永远翻不了身；第二，把藏在二叔背后的人挖出来；第三，把沈家拿回来。我要你继续当沈安然，站在明面上，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他们会把目光盯向你。所以我还是靶子，你是靶子，但这次你知道靶子后面站着谁？那你知道你背后站着谁吗？你背后站着我，你的妹妹沈欣然。你花了3个月训练我，现在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孤儿，是替身，以为我这条命不值钱，但现在我知道了，我是沈宏远的女儿，沈安然的妹妹。你走不了的路，我替你走。你站不起来的日子，我替你站在所有人面前，剩下的我来扛。沈家的东西该是我们的，1分都不能让给他们。大小姐，老街项目的资金审批文件都在这儿了，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。先放这儿吧，辛苦了。小刘，你跟我二叔多少年了？8年了，沈总对我很好。8年不短了。二叔去审计部之前有没有交代你什么？没有，沈总离开的很急，好多事情都没来得及交接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有事随时叫我。别动他，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这种人的心理素质做不了真正的间谍。他录到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二叔的催命法。你现在要做的是把饵放出去。方总，老街项目的核心资金链明天会走海外币账户，密码是审视成立日，千万保密，别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二叔那边的人。我是小刘。拿到了。拿到了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录下来了。我大哥要是知道他把这么重要的账户密码设成这种粉里气的爬出来，你做的很好，回去继续盯着我。他见了谁，打了什么电话，几点吃饭，几点下班，全部记下来，每天向我汇报。是沈总。老周，是我。明天早上9点半，联合所有外币空头，把审视海外币账户的盘给我全部做空。对，全部，不要留余地，一把梭他。资金链断了，老街项目就得停工，停工1天，损失800万。我倒要看看沈耀然拿什么来填这个空窿。放心，密码我都拿到了。明天过后，我会让你当上行政部副总监，我说到做到。二叔，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这次你要连本带利吐出来。明天9点半准时收网，在那之前什么都不要做，让他以为自己赢了。他刚才笑得很开心，我在柱子后面听到。明天这个时候他就笑不出来了，连哭都哭不出来。多少了？沈总，我们已经吃进去12%了，对方的盘比我们预想的要薄，再砸半个小时，应该就能击穿他们的平仓线。不够，太慢了，加码，把剩下那5个亿也打进去，我要一次性击穿他们的底线，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沈总，那5个亿是您个人的。打进去！老街项目只要不停工，审视股价必定暴跌，到时候我用低价把股权全收回来，5个亿变50个亿，你算过这笔账没有？算过，
但风险没有风险，密码我都拿到了，你跟我说风险？大哥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女儿终于要栽在我手里了。沈总，不对劲儿！对方的 B 账户不是账户，是个无底洞，我们砸进去的30个亿全被吞了，1秒钟都没留住。而且对方开始反向收购了，他们正在扫我们质押在市场上的核心股权，我们已经丢了3%了，5%了。什么叫丢了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沈总，这不是普通的做空对赌，这是一个局，对方的盘是无限深的，我们砸进去多少，他们就吃掉多少。这是一个金融绞杀口袋阵，快撤资，把剩下的钱全部撤出来！撤不了了，沈总，我们的单子被锁死了，对方用了反向追踪木马，他们比我们先一步知道了我们的全部赌底。30个亿，我的30个亿！二叔，你涉嫌动用集团公款进行非法恶意做空，且涉嫌海外洗钱，涉案金额高达30个亿。经侦已经立案了，这是你的资金流水：从老街项目套出来的4.2个亿，从城东旧改项目挪用的1.8个亿，从滨江新区项目转移的3个亿，加起来刚好30个亿，每一笔都有记录，每一笔都有你的签字。你陷害我，这是你设的局，那个窃听器是你故意让我听到的。二叔，窃听器是你的人装的，资金是你转的。空头是你联合的，哪一步是我逼你做的？沈建国先生，你涉嫌挪用资金罪、洗钱罪、操纵证券市场罪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我们现在对你进行抓捕。你们不能抓我，我是沈家的人，我是沈氏的股东。爸，你说话呀！我是你儿子，你不能让他们把我带走。沈安然这个魔鬼是他设局套我，他故意让我听到那个密码。爸。安然，你做的对，建国太蠢，他配不上沈家的资产。亲儿子被抓，他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地产归你，物流也归你。从今天起，这2个板块你说了算。二叔的股份呢？等你挣到了，自然给你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冷血？没有，爷爷。沈家从一个小作坊做到今天几百亿的规模，靠的不是亲情，是规矩，谁行谁上，谁不行谁滚，就这么简单。沈家的孩子在他眼里不是人，他把我们关在一个罐子里，看谁咬死谁。现在地产和物流已经全部交给你了，别让我失望。爷爷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爷爷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。说。我爸走的那天，你在哪里？在家。你知道他要出门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子墨过几天就从国外回来了，你们见一下。他是我的未婚夫。子墨在国外待了3年，该回来了，你们年轻人多见见，处一处。我知道了。去吧。陆子墨，陆家长孙，3年前出国，说是读书，实际上是被他家里送出去的。为什么送你未婚夫出国？怕他耽误你？不是怕他耽误我，是怕我耽误他。沈家和陆家的联姻是老太爷一手促成的。陆家需要沈氏的资金，沈氏需要陆家的人脉，我们的婚约是一张合同。那他现在为什么回来？因为二叔倒了，老太爷需要一个新的妻子来牵制你。安然，我知道你因为车祸和二叔的事儿受了太多惊吓，这段时间你一个人扛着沈氏太累了，但现在你掌握了沈氏的大权，我们2家联手，整个江城都是我们的。下个月我们结婚吧，我会陪在你身边，直到山无力，天地合。他有问题，林星，当年我的车祸路线只有他知道，也只有他问过我那天要去哪里。这个陆子墨是外部势力衔尾蛇的白手套，他来求婚是为了吞并沈家的资产。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安然，我知道你可能觉得太快了，但是陆总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不过我劝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，沈家的资产，你1分钱也别想碰。
他变了，计划提前。既然不能联姻，就直接让他社会性毁亡。好。沈安然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干得漂亮，但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他下一招会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但林星，最近小心你身边所有人。明白。沈安然，不对，你不叫沈安然。里面的保镖已经全被处理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我知道，我会让他永远消失。安然，好久不见。昨晚的晚餐，不知道你还满意吗？这个高压氧舱的阀门我已经关死了，10分钟之内，舱内的氧气会耗尽，你会因为机械故障导致的意外窒息，死在这里。安然，别怪我，谁让你不答应我的求婚，又不肯把沈氏交出来？对了，你的那个替身林星是吧？他现在应该在江城另一头的环路上，被一场恰好发生的3车摘围堵得死死的，救不了你。沈安然的电话怎么打不通了？不对劲。掉头去康复中心，最快速度。林小姐，前面堵死了，掉不了头。去康复医疗中心，要快。痛啊！如果我不站起来，我会死在这里。我站起来了，别说话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林星，谢谢你。当然了，我要是不站起来，谁来收拾陆子墨那个混蛋？你怎么站起来的？陆子墨，谢谢你，没有你我还站不起来。现在该算账了。喂，刑警队吗？我要报案，陆氏集团陆子墨涉嫌故意杀人未遂，证据、监控录像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。走吧，该回家了。明天沈家要开闭门会议，老太爷主持。三叔沈建业，他怎么了？他在沈家一直扮演老好人，不管事，不争权，每天摆弄他的技术专利，看起来人畜无害。但今天康复中心的事儿，你想想，陆子墨怎么知道我在康复中心做治疗的时间？有人给他通风报信。沈建业有个儿子沈天赐，在国外从事非法商业活动。稳了。明天的会议，三叔一定会趁机搞事儿。那这不是瞌睡来了递枕头吗？对，还能趁机反将一军。陆子墨的事儿，你们都知道了。警方在找他，我们沈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谁要是私下和他有来往，现在说出来，我可以从轻处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们沈家没人会跟他有瓜葛。安然啊，这次真是凶险。我听说你在康复中心差点被他害死，托三叔的福还活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我听说现场有人和你长得很像。安然，三叔不是怀疑你，只是这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沈氏的股价可不利啊。什么替身、冒牌货之类的说法传出去不好听。老太爷，我看有必要做个全家 DNA 抽样调查，以防万一。好啊，我支持。此外，听说你儿子在海外开了一家虚拟货币公司，专门帮人洗钱的那种。安然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是吗，三叔？其实我也觉得沈家人做不出这种事情来，所以他一定是个野种。沈安然，你别太过分。这是国际刑警的立案复验件，三叔，你儿子洗了至少2亿美金的赃金，一旦正式通报国内，沈天赐面临的刑期。建业，安然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三叔，我没想把事情闹大，我只是好奇你是真的关心沈家血统，还是另有所图。我再说一遍，谁再拿真假孙女做不章，别怪我剥夺他的继承权。建业，管好你自己的儿子。散会。三叔，保重。计划较有变，他比我们想的聪明，先不要动。三叔在打电话，
他背后还有人，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小心。沈安然，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警方对犯失败了。沈安然他什么都知道了。那就按 B 计划，让他永远消失在寿宴结束之前。沈建业，沈建国已经进去了。你如果再拿不下沈氏集团的控制权，我们贤伟社投资在你们身上的10个亿可就打水漂了。放心，慢性神经毒素，无色无味，症状像急性脑溢血。老太爷暴毙，证据指向沈安然，一石二鸟。组织要的是沈安然死，他会死的。整个沈家都是我的。三叔别墅的电费是正常住宅的3倍，地下有大型设备，热辐射特征和病理实验室高度吻合。我黑进了他的智能电表，还捕捉到电磁泄漏，检测到有机磷化合物残留，神经毒素匹配度89%。他要下毒，老太爷寿宴是最好的机会，全家和媒体都在，一旦出事，舆论爆炸。距离寿宴还有3天，我们会现场抓到的证据吗？他一定会动手，我们要让他自己露出马脚，留下证据。5万伏特够他躺10分钟了。玩阴的，老娘在老街跟地痞流氓混的时候，他还在摇试管呢。寿宴那天，我要让他当众自食其果。寿宴印字预案，现场抓赃，反向嫁祸。爸，这是儿子专程从法国给您定制的特级红酒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三叔，我敬你一杯。该死你！哎呀，三叔，不好意思，脚滑了。不过您自己的孝心酒泼在身上，您怎么吓成这样？难不成这酒里加了什么不能见光的东西？沈安然，你血口喷人，这只是普通的红酒，这酒我亲自从法国带回来的，报关蛋证书齐全。建业，你的西装上都是酒，你擦什么？三哥，安然不小心打翻了酒，你换件衣服就是了，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？爷爷，我建议把这杯残酒送去化验，如果酒没问题，三叔的清白自然还给他；如果有问题，爸，你信他？他一个小辈，在您的寿宴上闹成这样，您不罚他？安然，打电话叫人来化验。三叔说酒没问题，那好，当场验。老太爷，我们是港城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的，受沈安女士委托前来现场检测。老太爷，这酒里有剧毒沙林类似物，一旦饮用，3分钟内会因呼吸衰竭而亡，且毒理特征与急性心梗高度相符，常规尸检难以区分。天哪，他要在自己亲爹的酒里下毒！沈建业疯了！你大哥死得早，你二哥刚进去，现在你连我的命都要拿！来人，送警局，告诉警方沈建业涉嫌谋杀，沈氏全力配合调查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我，是沈安然陷害我，那酒不是我的。沈建业，我剥夺你全房的沈氏股份。你不是沈安然，你不是，你到底是谁？三叔保重。爸，您先坐下，别气坏了身体。爷爷，喝口水，顺顺气。让各位见笑了，沈某教子无方，今天的寿宴到此结束，改日再请各位相聚。爷爷，您先回去休息，酒里下毒的事儿我会跟进警方那边。安然，你三叔的事你早就知道。我有怀疑，但没有证据，所以今天在寿宴上我赌了一把，赌他会动手。你赌赢了，沈家以后靠你了。安然，别让你爷爷失望。三叔倒了，小姑怕了。沈氏集团的家家酒结束了，从现在起，贤伟蛇将对沈氏发动全面商业围剿。林星，
那面大屏幕是独立控制系统，没有联网，他们能黑进去，说明物理入侵了老宅。有间谍在老宅里面，立刻离开，现在。原计划失败，启动新计划。计划开始。喂，请问是沈氏集团的沈总吗？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海通国际货运的。沈氏有一批货到了你们港口，需要派人来接收，货物价值很高，对方指定要沈氏的人亲自签收。什么货？谁发的？红酒，法国原装进口，一共5000箱，发货方是克洛诺斯贸易公司。对方说已经和沈氏那边谈好了，合同都签了。您这边没有记录吗？货值6个亿。这批货如果顺利入库，算在我的账上，那么我在沈氏的位置会更稳一步。行，我派人去。红酒5000箱，你去接收一下，签字入库之后通知我。周哥，5000箱，一箱不少。拍下来，入库。海关总署吗？我要举报。接到举报，这批货有问题，所有人停下。同志，这批货是正规报关的，手续都全。手续全不全？我们查了才知道。通知局里疑似假冒伪劣产品，数量巨大，请求支援。沈总，出事了，海关了，说这批货有问题，假冒伪劣。什么假冒伪劣？不知道，他们还在查，但看那个架势不小。你先稳住，我马上到。海关说这批红酒全部是假冒伪劣，涉嫌侵犯商标权，初步估算涉案金额20亿，还要查沈氏的责任。老周，你在那儿盯着，我马上到。老太爷，港口那边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沈氏港口到了批红酒，说是法国进口的，海关查了，全是假货。现在货被扣了，还在查沈氏的责任。谁签收的？沈建华，他派去的人。这个蠢货，他脑子呢？老太爷，您别动气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病人是急性脑溢血，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处理，目前生命体征还不稳定，需要继续观察。小姑，那批货是你签收的？是。谁给你打的电话？海通国际货运说有一批货到港口，需要沈氏接收。我以为是你签的合同，你没有核实。你知道克洛诺斯是谁吗？这批货是他设的局。我不知道。老太爷现在躺在里面，沈氏面临海关调查，新闻明天就会爆出来。沈小姐，红酒收到了吗？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想跟你们玩一个游戏，这还能活几天？走，回公司。安然，海关那边说了，如果今天没有人去说明情况，他们就要发通报了。通报一发，媒体马上就会知道。老爷子还在 ICU 里躺着，沈氏又出了这种事儿，如果老太爷醒过来，我根本没脸出现在他面前。小姑，你现在回港口，稳住老周和那些工人，不管海关问什么，让他们说不知道，或是第三方委托再收，沈氏没有参与任何交易。海关那边我去沟通，你现在去港口把工人的嘴封住，谁乱说话谁自己承担责任。好，我去。尽管放马过来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海关那边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压不住，货是假的，单子是小姑的人签的，海关要立案，我们拦不住。克洛诺斯，海通国际货运这批货的发货方。你知道这个公司？克洛诺斯是衔尾蛇在亚洲的子公司之一，苏澈控制的。衔尾蛇，欧洲老牌金融集团，表面做资产管理，实际上做跨国资本狙击。沈氏的物流港口就是他们的目标。苏澈是衔尾蛇亚洲区执行总裁，37岁，外号叫青少夫。他怎么盯上沈氏的？沈氏的物流港口是整个东南地区最后一个没被外资控制的深水码头，谁拿到它，谁就能卡住进出口的命脉。衔尾蛇想要这个港口。这批假红酒是他的手笔？是他设了一个局让小姑钻，小姑太想立功了，没有核实，没有问任何人就签收。他不知道克洛诺斯是谁？现在知道了，但已经晚了。
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先生，您有预约吗？我找沈安然。请问您是？沈总，有人来见你了。谁？他说他叫苏澈。沈小姐，负债200亿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签了它，把物流港口给我，我给沈家留一条活路，否则明天过后这座城里不会有沈氏。苏总胃口这么大，也不怕把自己撑死。沈小姐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知道，衔尾蛇克洛诺斯·苏澈，37岁，外号青套使。你查过我？你都在我家门口架炮了，我还不能看看你是谁？跟我作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那就试试看。沈小姐，我很欣赏你的勇气，但勇气不值钱。苏澈，你选错对手了。大小姐，我们听说有人想抢我们的股份，全老街的街坊把安置款、养老金、棺材本15个亿全部取出来了，现金无利息借给沈氏。老街的人听好了，今天谁要是敢动沈氏，就是动我们老街。我们没钱，但我们有人有命。苏澈，沈氏是我们家族的基业，老娘名下所有海外信托基金100亿资产全部解冻，今天跟你死磕到底。沈家人听好了，外敌不退，谁也不许走。听到了吗，苏总？华尔街那一套在我们这儿不好使，玩现金流是吧？我们陪你玩到底。15个亿加100亿，够你撑几天？钱烧完了，看你拿什么还？看看谁能熬过今晚的绝户局。港口那边又来了一批检查苏澈的人，能顶住吗？顶不住也得顶，我回去。绝屋局，他要锁死我们所有流动资金，逼我们在24小时内破产。115亿，够撑多久3天，但苏澈不会给我们3天。那就3天之内，把他的牢底翻出来。大虎哥，钱我收下了，沈氏不会倒，每一分钱连本带利还回去。大小姐，我们不是冲钱来的，冲你这个人。今晚谁都不要走，沈氏永远不会败。左一蓝头，全部打击！苏澈加了5倍杠杆，资金量翻3倍，蓝筹板块要崩了。别慌，他家杠杆违规，海外资金不能这样入市，他在赌命。苏澈用开姆离岸公司非法高杠杆配资5倍，这是他们的软肋，内幕交易证据，全部资金链路，快来不及了！苏澈，非法配资，恶意操纵股价，天亮前我要你爆仓。警告：触发强制同仓，资金熔断。苏澈的开曼账户被冻结了3个，他的资金链出现了缺口，撑不住。我们赢了，苏澈爆仓了，他的基金清盘了。今晚加班费，每人2万。安然，这次是你救了沈家，沈氏全部给你，以后你就是唯一的掌门人。爷爷，你当年明知我爸的车祸是2叔3叔干的，为什么不报警？因为你想看看剩下的2个儿子里谁更狠。我爸不是死于车祸，他是死于你的筛选。欺人者人恒欺之，爷爷，这是报应。放心，我会让你活着，亲眼看着我如何把你所在意的一切化为齑粉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他配吗？不配。欣然，谢谢你。我们是姐妹。沈总，既然您不说话，那我这个做下属就直说了。集团地产和物流板块的核心骨干都在这个会议室里了。如果您要查账，要削减高管福利，要调整组织架构动我们的盘子，那对不起，我们明天集体跳槽去对家公司，到时候集团地产和物流板块直接瘫痪，上下游供应商断裂，30几个在建项目停工。沈总，您怎么向老太爷交代？怎么向董事会交代？沈总，我在跟您说话。沈总，您这是什么态度？王副总，您说完了，那轮到我了。
听说您上周刚在依云新建全款买了一套复式别墅，房产证上写的是一个22岁的小姑娘姓孟，用的好像是地产部的公关备用金820万，一次性付碰。审批人您自己。王副总，您在自己的审批单上签字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财务系统里每一笔支出都有痕迹？你竟敢调查我！您刚才不是说要集体辞职吗？我总得知道我在跟谁谈。各位的辞职信我收了，但法务部的起草书后也会送到各位家里。沈总，我跟王副总不是一伙的。张总监，您别急，您那3家供应商的事情我们慢慢聊。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辞职信我批了，法务部起诉挪用公款、职务侵占、泄露商业机密，该判几年判几年；第二，辞职信自己收回去，3天之内把所有挪用的钱补回来，该退还的还，然后从此以后好好工作，选吧。我选第2条。散会。他们不会善罢不休的。王副总背后还有人在撑腰。我会盯着他的账户。另外，陆氏那边最近在疯狂挖人，你小心。喂，是我，马上把我账上那笔钱转到海外账户。对，别废话。让开！你们谁呀？挡住我路了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这是沈氏集团的地盘，我叫保安了。叫啊！你看看保安敢不敢动？王总，急着走啊？真不巧，我们老街施工队今天在车库做路面覆辙，这不，沙土刚到了一半，您就来了。大小姐说了，沈氏养了你们帮蛀虫这么多年，账没算清钱，谁的车也别想开出江城，明白意思吗？哟，王总，这是给我们鸣笛致谢呢。看着，别让王总跑了，但也别碰他，咱们是文明施工队。沈安然，这是要彻底赶尽杀绝，社会性抹杀。他这是要让我们在江城永远找不到工作。大小姐，搞定！那孙子在车里吓得跟鹌鹑似的。谢了，虎哥。客气啥？当年你帮老街兄弟们找饭吃，今天兄弟们帮你挡刀，应该的。对了，那辆货车堵在车库里，要不要先开走？不用，让车继续堵着，等警方来。大小姐，以后沈氏有什么脏活累活，招呼一声。老街那些大老村干不了写字楼的活，但搬砖、堵人、查账板在行。好，下周的理事会才是真正的战场。我知道。王副总废了，下周理事会上按 C 计划来。陆总，沈氏50周年大典什么时候？下周6，盛世酒店。还有7天。沈安然断了我供应链，银行也在催贷，6家分行同时抽贷，我名下资产被冻结70%。陆总，我知道。既然我活不成，那大家都别活了。你安排的怎么样了？都办妥了，买通了江城所有八卦媒体，一共23家，签了独家协议，找到了20年前孤儿院的户籍档案。林星在孤儿院待过2年，城的监控画面模糊，但脸能认出来。大典上公开这些，证明董事长是假的，沈氏股价会崩。沈安然最在乎的就是沈氏，沈氏比杀了他还难受。沈安然，我要让你们在全天下人面前身败名裂！下周6沈氏大典，陆子墨要动手。我知道他买通的媒体名单我拿到了，23家。他那个公关总监半个月前就找我了，2份报价，谁出价高，他站在谁那边。小顾，大典当天所有入口安排2倍安保，媒体签告书单独设一个通道，那23家媒体一个都不许进。明白。他们要是硬闯呢？报警，非法集会，扰乱公共秩序。陆子墨那边还有一个人，他的助理姓陈，你跟他说，沈氏法务部缺一个副总监，他愿意来，明天就办入职。他要是通风报信呢？他不会，他的工资已经被拖欠2个月了，他老婆下个月要生孩子。还有7天。大小姐，陆子墨的人联系我，说什么开价500万，让我把您大典的秘密筹稿膏偷给他。我已经按您的吩咐，把那份伪造的承认替身身份的自白书发过去了。他那边的人说，陆子墨看了之后笑了很久，说这次一定能让您身败名裂。这500万你拿着，明天的发布会你不用来了。
明天的局太险了，万一媒体不听控制，万一陆子墨还有后手。舆论只崇拜赢家，陆子墨想在最高处摔死我，我就在最高处把他送进地狱。大小姐，后面有辆车从大桥上就一直跟着，跟了多久？过了大桥中段就出现了，我一直没敢说。加速，前面有个岔路口，走左边。左。他拐进来了，从货车中间穿过去。继续开，前面左转上沿江路，从北边绕回市区。回去之后，把你手机里和陆子墨那边人的通话记录全部删掉，一条都不要留。已经删了。好。大小姐，快到了。停在路口就行，我自己走回去。如果有人拍了你的车牌，看到你送我到公寓楼下，会对你不利。你今晚就离开这里，车停在火车站停车场，钥匙放在左前轮下面，有人会去取。谢谢你，小刘。林星，截获一段加密通话，就在主会场附近，有人潜入了。知道了。陆总，后备视频已锁死在服务器里，明天大典一开，无法更改。兄弟，往哪儿跑？陆子墨的手段还是这么没长进。分析病毒，反向入追踪程序，用备用服务器直播。带下去，务必把他看好，别让他跑了。得嘞。万事俱备，陆子墨，请君入我。诱饵已备好，明天收网。怎么回事？欺负我们老街的人，欺负我们4个街的人，撞了人还想跑？大小姐，货到了。密码我们没破，怕弄坏了。沈姐说您自己能搞定。陆子墨，连你的炮手都被我缴械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打这场舆论战？沈安然，等着吧。等我的信号，大典高潮时全网引爆。你的消息我收到了，陆子墨，你觉得自己胜券在握，那就看看明天是谁赢。感谢各位莅临沈氏集团50周年庆典。今天我将宣布集团未来的全球战略布局。他怎么来了？陆氏不是快破产了吗？看他那样子，不像破产啊。沈总，在谈战略之前，能不能先解释一下你到底是谁？陆总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清楚。我这里有一份证据，20年前旧城区孤儿院的户籍档案，10多年前旧城区大排档的监控截图，你蹲在路边的照片全都在这里。你不是沈安然，你是沈安然从大街上捡来的流浪替身，一个假的董事长，做了3年真董事长的位置。我今天来就是要把真相告诉全天下。只要在50周年大典上公开这些，弄死沈安然，沈氏的股份就是我们的。流落在外替身的事情炒得越大越好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陆总，多谢你提供的内幕交易证据。为了配合你，我今天特意请来了国家经侦总队的领导。陆子墨，你涉嫌挪用客户资金，跨国金融诈骗，跟我们走。他不是沈安然，他是假的，你们抓错人了。真正的沈安然是个摊子，坐了2年轮椅，台上这个女人能跑能跳，她根本不是沈安然，她叫林星，是个旧城区的野种骗子。林星，把舞台交给我。明白。陆子墨，你千方百计想揭开我的身世，那么如你所愿。陆子墨，2年前你为了抢夺沈氏的继承权，雇人在我的车上动了手脚，导致我车祸瘫痪。你以为我废了？你以为沈家没人了？20年前，我亲妹妹因为意外在旧城区走失，天佑沈家。几个月前，我找回了她，她叫沈欣然，是我盛世集团名正言顺的第2继承人。
这3个月站在外面的人不是我，是他。陆总，这3个月来，在老街、在董事会、在股市上陪你玩游戏的人一直是我，但这不妨碍我回来拿回属于我沈家的一切。陆子墨先生，你涉嫌故意杀人、操纵证券市场，正式抓捕你，带走。安然、欣然，陆氏的海外资产全被我们吞并了，陆家再也没有翻身的基地了。我们现在的现金流和市场份额已经是港城第一。小姑，把陆氏码头工人的工资提高20%，提20%，3000多人，每年多出将近2000万。陆家压了他们3年，工资都没涨过，换东家了，规矩要改，按欣然说的办。好，小姑这就去办。怎么，现在穿10厘米的鞋不嫌脚疼了？穿这鞋用来踩人正合适。明天开始，你正式接手陆氏那几条航线。你呢？我留在总部，你管外面，我管里面。好。陆家倒了，接下来呢？茶爸的死因，二叔在监狱里，应该想通了。我去见他，晚上给你带饭。好。好久不见。盛世集团今日发布公告，沈安然女士正式出任集团董事长兼 CEO。爷爷，您精心设计的养蛊大局结束了。老太爷沈万全一房永久剥夺对沈氏家族信托基金的控制权，全部权益转移至长房孙女沈安然、沈欣然，曾用名林星。您放任二叔、三叔害死我爸，不就是为了选出一个最冷血的继承人吗？您选出来了，但不是您想的那种。爷爷，您别激动，口水都流到脖子了。可惜啊，您精心设计了30年的养恶局，我们长房活下来的是2个人。我们不冷血，我们有情有义，而且我们比您强。沈氏所有的核心资产现在已经全部转入了我和姐姐的共同账户，您正式退休了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您会活着。这杯水就当是最后一次给您倒的。爸，我们把沈氏集团拿回来了。拿回来了。明天去给爸扫墓吧。好，带着我们拿回来的沈氏去告诉他，他会看到的。你先回去，我去趟老街看下街坊。谁鬼鬼祟祟的，给老娘滚出来！